南开高热，爽就站起来啦！大家好，我是台湾的南。这几天我人都在医院，但为了赚钱给我们家妮妮穿新衣，一边照顾产后的儿嫂，一边录制影片，我还是努力不懈的产出影片给大家看。也因为不是用家里的麦克风，而是用无线耳机，音质方面还请大家多多包涵啦。最近这几天呢，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了 McGrady 的威力啦。在医院没事干，整天就是滑脸书 IG， 看到大家吵成一团，还真的是挺有趣的。除了很多人在吵说 McGrady 太强之外，你会发现有很多人的发言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他非常的强，散发出来的霸气更是让人感觉他可以把 90% 的玩家按在地上摩擦。什么？你说这样的玩家占少数？不，在我看来，有很多人都是很强的哦。我想他们至少都能够屌虐我们这些 YouTuber 啦。再来，我们来看看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几天我在我的 YouTube 频道上面做了一些调查。第一个问题是问说，有在玩全明星接球派对的你们，看到一个玩家几星，你们会觉得他很强？第二个问题呢，是问说，有玩全明星接球派对的各位，你们上季结算是什么排位？这个投票虽然不是实名制，也不是100%准确，撇除乱投票的人不说，我真的没有想到连儿嫂也来乱。等一下，不是你又没玩啊，不行投哦。连儿嫂都投。对啊，本来就不重要，能上去就好了啊。OK， 好，谢谢儿嫂。但我相信，在样本数够多的情况下，仍然多少能作为参考。确实，按照两个问题的结果来看，第一题和第二题的结果是有呼应到的。绝大部分的人认为星星数不重要，有时间就能叠上去，而绝大部分的人同时也都未达到巅峰超巨0星以上哦。但是，更有趣的事情就来了。去查询上一季巅峰超巨榜单，我们可以得知，上一季达到巅峰超巨400星以上的人只有57人，但是问题2的400星以上的人数却高达3145乘以12%等于377人。这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之中有人说话。同时，从这个逻辑来判断，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个结果？大部分的人并没有达到自己所谓强者的标准，却认为自己是自己认定的所谓的强者呢？根据以上得出的结论，我们终于可以正式的来探讨今天的主题：为什么你单排一直输？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的简单，因为你没选 Tracy McGrady 和 Dirk Nowitzki 啦。从上个章节的结论，我们可以得知，大部分的人认为自己是强者，但自己却不全然有达到所谓的强者的标准。古语有云，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既然认为自己是强者，必定会想要教给其他人东西，但这种人也不一定是用教的哦，他们会用姜太公钓鱼的方式让愿者上钩。这种人尤其喜欢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我超强，我超屌，但又要表现出自己很谦虚。比如说，我没很强啦，上一季200星，平常没什么时间打，都要上班。然后等着一些菜鸡看到这种留言，就会去问他说：“哇，你好强哦，可以加好友吗？”借此还获得成就感。我称这种人为星星数优越仔。通常这种优越仔，上去打开他的战绩一看，要么就是唬烂，要么就是有固定3排队友，把把都3人开黑。200星只要运气好，别撞到龙本川小七恩，然后时间很多的人，那其实真的不难啦。但是单排要到200星，除了自己本身的技术要好之外，真的是全凭运气吗？其实大多时候不全然是运气，而是沟通及包容。我们只要对一件事情熟悉到一定的程度，本能上会认为与自己在同一阶层出现的人会和自己同一水平，所以你们很常会听到一种人整天在说：“我又被队友雷，队友真的超烂。”这是因为他们预设队友的水准要和自己相同，当队友出现不符合他们预期的操作，就会判定这个队友是雷包。然而事实是，单排在缺乏沟通的情况下，很多时候并不是操作失误，而是换防沟通问题。尤其是全明星接球派对这种易攻难守的游戏，更需要在赛前及赛中沟通。有些人可能会说，既然你那么怕输，要和队友沟通，为什么不干脆3排呢？拜托，会这样说的人肯定是没3排撞过篮球手游毒瘤龙本川吧？你以为每个人每天都有时间找好2个队友3人开黑哦？有时候就是下班想放松一下，又懒得出门打篮球，那怎么办？当然是玩最好玩的全明星接球派对啊！但是又没朋友，无奈之下只能单排，结果不打还好，一打感觉心情更无助了。不要怕，各位，我单排恶魔台湾耳男来这边解救各位单排难民了。在这边先上人权，避免大家说我误导玩家。
我没很强啦，上季用凯瑞·厄宾8成都单排，胜率61.8%。平常还要上班下班，还要剪片，还有3个游戏要玩，还要挤奶喂小孩。还有一个可以判断个人操作实力的方式，我认为是看单排超巨积分。光看星数是不准的，因为说真的，真的有时间一定能打上去。而超巨积分就是赢了加一点点，输了会大扣分的分数了。超巨积分还有分超巨单排积分和超巨组队积分，所以论个人操作或是一部分的运气占比，我认为看超巨单排积分还是比较准确的。那么我自己单排时候的做法呢，是进选角时先秒点开看队友有什么常用角色，然后提出请求，告诉队友自己想玩以及能玩什么角色。当角色选定后，记得不要太快按下确定，用倒数的时间，能够多和队友打字沟通就先沟通，能开麦更好。俗话说得好，见面3分情，语音先开起来暖暖场，在比赛中气氛的几率真的会降低很多。冠龙，我有帮你出一部精华等等6点的时候有你的精华真的？对啊，傻小啊，我会害羞，我很怕。冠龙流有喽，顶头流，冠龙，对了，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确定。再来是比赛中，在这边跟大家强调，大家来打球都是想赢比赛。如果你也想赢比赛，请你把保护篮板、人盯人、多传球、别乱投这种快速短语拿掉。我再强调一次，请你把保护篮板、人盯人、多传球、别乱投这种快速短语拿掉。这种快速短语发出去，就跟在场上骂别人你妈死了是差不多的意思。还有一种人是，只要你一个失误，就秒发一个无言表情符号。另外，我不知道单排的时候为什么一堆人都不会用。我觉得全明星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那就是超级完整的快速短语，而且这些快速短语还会根据角色不同而有所变化。像如果是 Embiid， 你可以传说我的被动已满，可以投3分；如果是 AD， 可以传说补扣已就绪，放开投，诸如此类的快速短语。我真的在单排的时候没看过多少人发这种快速短语，用中间洗球的时间抽空按几个键，应该不会很难吧？这个在我之前影片中也曾经讲过。试想一下，你今天去你家旁边的球场打球，你加入了一个陌生的队伍，跟人家去3打3斗牛，队友一个失误，你就给他一个无言的表情，然后跟他说保护篮板，人盯人，他不演你，我他妈跟你姓啊！就因为是单排，所以更需要沟通。我相信在看影片的你们，有些人有时候也可能会跟我打到，基本上只要是有和我同队的，应该都有看到我发送这些快速短语吧。再来，除了沟通之外，我认为更重要的事是包容。我就问你，在场有哪一个人敢说自己绝对不会失误？就算是强如龙本川好了，有没有可能他在刚好遇到你单排的比赛，刚好那么一球被对手踩到干扰变顶头，当下角色就直接站着不动，你就知道他下一球准备发多传球或别乱投了。拜托各位，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大家单排彼此素昧平生，毫无默契可言，包容队友的1、2次失误合理吧？当然，那种太夸张来放推的剑种我们就不谈了。如果说3排是在比哪一队的失误少，那么单排就是在比哪一队的失误更多。我们事不过3，我自己是只要队友失误到2次，我就会开麦稍微提醒一下队友，而不会选择用挑衅的快速短语或是开麦怒喷。只要你能够包容队友的失误，深呼吸，不气愤，永远都还是有机会可以逆转比赛的啦。以上就是我想分享给大家的所有内容了。我知道这些资讯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基本到不行的东西，也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如果你是以上这2种人，那太好了，请你继续保持我影片中提到的沟通和包容。这支影片并不是要给你看的，但我真的很少在超巨单排场看到愿意用这些方式沟通的队友，通常都想用心电感应，认为自己什么话都不讲，队友就会知道你在想什么。如果今天的分享能让更多玩家在单排的时候愿意沟通且愿意包容队友，我相信我们都能够获得更好的游戏体验。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啦，我们下部影片见，大家拜。